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換屋一族就活該被擠出場嗎？先說結論這波房市真正進退兩難的，不是你想象中的置產客呢，是換屋族呢，換屋一族。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台灣正面臨比缺電更大的問題，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換屋一族錯了嗎？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三高夾擊購屋族，首季出現畸形房市現象。那內容是這樣，就是台灣房屋集團對比了聯徵中心2026年 Q1 跟2023年 Q1 的資料。好，那你想說，為什麼不是今年比去年？為什麼是2026比2023？因為2023 Q1 的房市是新青安上路前的房市那大家都說新青安造成房價暴漲嘛，那對比結果我們直接看圖，照顧一下 Podcast 的聽眾，我簡單講一下，就是房子的平均建價跟2023相比多了 279.8 萬，你们直接寫280算了280萬房貸的平均總額多了180萬那利率不用講，現在的利率已經是2009有史以來最高，也不是有史就是從2009開始以來最高的。然後平均的購屋坪數少少了 1.5 坪，意思是说對比2023這才幾年你現在買到的房子比以前更貴，利息更高，坪數更小。然後更慘的是，你要知道換屋族莫名中槍來，你先看我畫線的地方，由於銀行資金水位緊繃，各大行庫普遍採取以價質量的策略，不符合新青安資格的換屋族或非單一自住者，不僅申貸難度大增，往往利率不降反升的狀況屢屢可見那意思是什麼？意思是你是換屋一族，或是說你爸媽在鄉下有留一整間房子給你，然後周處之類的反正講的很細節的話，就是你繼承到的房子的面積超過40平方公尺的話，然後你現在想要在其他地方買自住的房子，然後你現在住的好好的嘛，你是買好裝潢好再要搬過去你現在手上這間還沒有要賣的話，那你跟銀行拿貸款就是很不利的條件。所以換屋族現在就被信用管制得死死的手上的房子不好賣，因为房市很冷嘛，然後想要先買房子，發現貸款利率怎麼那麼高，然後貸款的話第二屋6成那算一算他只得到一個答案，就是不然先做股票好了對不對不然你還有什麼更厲害的解法既然是這樣，那我就邊等吧等一等看政策會不會鬆綁。那在等的過程中先看股票對不對？先看台積電說不定我新家的全屋裝潢就是台積電贊助的前門跟後門現在已經同時被關起來，這才是這波政府打房最莫名其妙被重傷的一群人。那最後你要知道，換屋一族只能買舊不買新好，那如果你是換屋一族，是不是很絕望我本來想要來一個小換大舊換新之術的結果政府搞這一招那現在我要怎麼辦這個問題我有幫你思考過了。那你現在還有一招可以用叫做小換大舊換更舊的就是同樣一筆預算那你就把眼光從新房子移到屋齡更大的中古屋去，那你就會發現其實好像還可以其實中古屋好像有點香。有3個原因第一個，降價直接有感，對因為中古屋不管是單價還是總價就是比新房子低很多嘛。你同一個生活圈新案開4字頭，我在講高雄雙北的聽到先不要高潮，新案開價4字頭，那旁邊15年的大樓可能還在2字頭尾3字頭出就有了那省下來的價差真的是完全足夠你把全屋家具家電通通換新。第二，公設比低，新大樓公設這不講了啦那中古屋的公設那 28% 很常見30%那同樣的錢使用的坪數更多，然後也沒什麼公設可以用，老實說什麼健身房游泳池通通都沒有，你管理費便宜來第三，屋齡高，屋齡高你要說它是缺點也算但是它也代表了什麼？生活機能成熟，對不對？這一區的房子都20-30年了，那附近7-Eleven 全家啦、早餐店啦、診所啦蝦皮店到店通通都開起來了。那你說建築技術有差，老房子就是爛當然是有差。可是你要想，現在新房子真的有比較厲害嗎？你要不去看一下看一下大家交屋的盛況。
直接給消費者眼睛看到的都敢這樣搞，消費者眼睛看不到了，比方說，對不對？會發生什麼事？好，那你要想哦，中古大樓哦，它扛過了許多台風跟地震嘛，現在也是這樣啊，頭好壯壯啊，所以未來很高的幾率就是繼續沒事下去。我只能講很高的幾率哦，我只能這樣子表達。你不要說什麼，哎呀，阿元說買中古屋不用怕地震，不就有代誌好不好？今天要是來了一個超爆幹大的地震，然後突然台灣島從中間裂成兩半，我就問哪個房子撐得住？你新房子也是差不多哦。這個舊房子有經歷過921或是921以後蓋的，雖然它現在屋齡也20幾年了，那你要講它頭好壯壯，應該是我這樣子的表達，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新房子當然比較好啊，什麼抗震技術、制震技術、免震技術，這東西通通都上了，但它貴啊。我們不是活在童話故事裡都可以住在自己夢想的糖果屋哪有這種事情？就是貴啊。你考量現狀，那就不滿意可接受就要上樓。講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跟你講了，現在買房會遇到的狀況，不只是總價變高跟利率那你能買到的坪數都變小。那這波浪潮中真正被擠出市場的，也不是你說投資客，我們那投資客早就不知道去哪了，因為現在都在股市裡面吧。也不是自產客，自產客哪有在管政策的，反正就是他本業有賺到錢夠了，找地方放，就是這樣。那影響誰？換屋族，換屋族有人慘啊，就是那個2房小孩出生想要換3房的這種上有老下有小，然後卡在這裡，他遇到的狀況就不好賣，新房子不好貸，前後2條路同時被堵。可是這不代表不能換屋啊，就是調整策略啊。那你要硬追新房子嗎？不如你考慮說生活機能很成熟的中古電梯大樓，你小換大那就不一定可以走到舊換新你小換大，舊換更舊，那你壓力是更小真的。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現在是換屋族，你會怎麼做？先不換了我先玩股票等貸款放寬。B 改買屋齡高一點的中古電梯大樓C 我還是要咬牙買新房子，因為安全。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意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对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就是為什麼中古屋明明屋齡更老，而它的設計上還是非常受市場青睞比新大樓更好住來有非常多點嘛，就以前的房子我跟你講以前像我现在在高雄，你其他中南部的縣市也都差不多。在以前這個以前很以前大概20-30年前，就是現在今年的20-30年的中古屋，它還是新房子的時候，那時候是怎樣那時候沒有人要住大樓啦，那時候要就是透天誰給你住大樓？住大樓就是跟別人一起住的意思，透天才是自己家都是這個觀念所以那時候建商為了蓋大樓要賣大樓，他不好亂搞，你知道哪像現在，反正我蓋2房，我蓋雞腿，我蓋手槍，還是有人會買好，那這個3房就是3房，4房就是4房多間那通風採光沒違供，比那個透天都還好，這才賣得掉所以以前的大樓也沒有進化到什麼游泳池那時候有啦，我去看，不過現在這個老大樓都沒在用了那個什麼 KTV 室哪有這種東西那以前的公設超單純的大廳不豪華，甚至看起來有點寒酸可是室內的空間真的是大很多。像我這種常常在看我看房子的屋齡從那個鋼交屋，
然後一直到屋齡，最近去看最老的一間屋齡多少？36哦，36年的電梯大樓，光那個空間真的是一間抵2間吧，哦，可能抵到3間新房子了，就很誇張啊，怎麼那麼大？為什麼以前客廳需要那麼大？莫名其妙。那個沙發不靠牆，你就是感覺就是擺在客廳的正中央。那你沙發後面的空地，你到底要幹嘛？以我們來看，我們就是再隔一間嘛，書房或者是怎樣，然後就可以做3+1哦。還是那邊以前是放麻將桌的啊，我嘛不知哦。然後那個主臥多間啊，哦，很棒。廚房也是啊，以前的人真的在廚房要煮3餐呢。你建商你好歹你蓋一個廚房很難用很小，讓人家煮不了3餐，你看你要怎麼賣？嘿，所以以前的廚房真的很大，結果現在都搞那個開放式廚房，哦，對不對？那以前老房子的陽台是幹嘛？陽台只有一個用途，曬衣服。哦，以前那種下面洗脫烘就有代誌，以前哦，你要買洗脫烘，你就是餅端哦，你就是懶惰，你就是廢物或者什麼會被罵的。那以前就是曬衣服。好，那曬衣服的陽台尺寸就要夠啊。你看一下現在新案的工作陽台。掛開有點可憐啊，真的是差很多。然後戶數也是啊，以前一層沒有那麼多戶啊，沒有那麼恐怖。然後豪華公司也沒有。那中古屋還是有它可愛哦的地方。我自己都住中古屋啊，我中古屋也住得很開心啊。我個人覺得就中古屋還是有它很香的地方。新房子我也看了一堆，可是你真的要我搬進去住，這個要想，不然哦，就是真的是。犧牲召喚之術啊，遊戲王教的啊，就是你可能累積過了20年，你累積了3、5間房子，故意的哦，或股票隨便你，然後都賣掉，然後換一間，貸款很少，甚至不貸款，你就要直上新的大坪數的，媽的超過豪宅線的東西，你知道，你才能住到以前的東西，以前的坪數，然後你是新房子這樣，很辛苦啦啊！如果你是台北市更痛苦哦，就是這樣，在高雄都還好，那中古屋。我講那麼多優點，有沒有硬傷？有啊，唯一無法被動搖的硬傷就是安全，因為法規啊，法規以前沒有規定的像現在如此嚴格啊的話，那蓋出來的東西雖然也扛過了921，雖然也扛過了花蓮4.3大地震，雖然也扛過了日本3.11這些東西，但是你會說中古屋是絕對安全，未來覺得不會啊，所以你有想要換新房子，我會。這樣建議你，就是你是把安全放在第一考量，你再去買，否則你都應該看中古屋，因為中古屋只有安全這邊無法跟新房子正面對幹，其他都會贏哦。那個什麼空中無邊際泳池，如果你很需要，你的事業上就很需要，你是網紅哦，你是 IG 或者怎麼樣，你就是需要美照，那也簡單啊，那你就是自己住大的，然後在那邊買一間哦，買一間坪數最小，然後室內沒採光都行哦。你上去換個泳裝上去拍拍照這樣也行啊或是去蹭朋友的好多觀眾朋友對我很好呢，他們那個高雄新房子交屋無邊際泳池拍給我看，都說我可以用都說我要游就去游嘞就這也行啊總之就是如果你買新房子不是為了安全為第一考量的話，那我就認為你的動機就不純啊，你就是喜歡新房子，你就是喜歡那個啪里啪里的公社你就是喜歡那個 OK。 那如果你是以安全為考量才要換到新房子的那我就很同意，你就很務實這樣好，那新房子真的在蓋完全沒有問題嗎？就不一定，對不對？新房子蓋到出代誌嘛，也是一大堆，還有蓋一蓋燒起來的，奇怪啊，不是工地嗎？有什麼好燒的？燒給你看就是這樣。所以我嘛不知道呢，現在缺工又缺料的大背景之下，你買新房子為了安全，真的安全嗎？不知道，要打一個問號。這可能也是我看的東西的角度問題。就看脆嘛，脆超恐怖。應該說你不獵奇的你不誇張的那你不恐怖的，你破脆也沒什麼會飄出去的機會。你就是要各種誇張，所以我告訴你怎麼弄。你現在打開脆，然後你直接 key 搜尋2個字叫驗屋，你去看，哇，那些都是鬼故事。你看別人你就覺得好好笑，發生在你自己身上，哇，天塌下來了那個2樓啊，大樓2樓管道間啊問罪一些漂浮物、絮狀物、黃褐色的淹到整個浴室外面，然後它剛裝潢完木地板，超刺激看了那個影片，他媽超有味道留下來那樣，所以我不知道呢。但是如果讓我來選的話，我就選中古。當然屋齡自己考量一下，不要太老
哦，然後管委會也沒什麼問題的話，就是社區都還有錢哦，表示錢沒有被騙走或者什麼的話，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中古還有一個現象，說地段都很好，他在那裡一整群，可能加起來1-2千戶，他養活多少商店呢？哦，他是可以養學校，對不對？那地段都非常的好，那生活機能也方便，所以選中古，我個人認為 OK 啊，啪哩啪哩。然後再說啦，如果真的是因為安全的關係，只有新房子可以住的話，那些最惜命的權貴們，他們還不是一堆都住中古屋？那他們在想什麼？他們也買得起新房子，還不是住中古？豪宅當然有嘛，那中古的大房子他們還不是住得很舒服？所以不用想太多了哦。真的發生了那種天崩地裂等級的話，到时候我們大家就來賭命哦。我的命比較好哦，或是我的命比較好。我的命比較好的意思不是指我能幸免於難，我幸免於難要幹嘛？我幸免於難，從廢墟瓦礫中。渾身是血，我這樣子站起來，我要面對往後殘破的人生，這爽在哪裡？運氣比較好，就是說，當發生的時候，我瞬間就被幹掉了，這個最好了。